儿臣娶不了。那夏朝公主泼辣蛮横，儿臣恐性情不合，难以相处。要不你们先看看，朝阳公主可是名满天下的美人，身边男眷杂乱的女人，就算美成天仙也没用，无理之人，不配为妻。哼！宣朝阳公主觐见。父皇，儿臣愿为两国稳定和亲。公主金枝玉叶，言之有理，儿臣心向往之。一场仗打了3年，还是输了。于是父皇决定送一个公主去元朝和亲。乖乖，你收拾收拾，下午就出发吧。这么多姐妹，凭什么是我？你三姐出嫁才3年，驸马没了，公公没了，婆婆没了，全家死光，她在心丧啊。三姐绣球招来的驸马都倒是良缘，却不料那男人竟有3个外室。驸马见事败后，铤而走险遇伤人，反倒殒命，对外只称驸马心丧。你吴姐闯荡江湖，女扮男装，在江湖上拉了支队伍，听说整了个寨子，专帮受欺负的女子，身边逐渐收了不少得力的男帮手，如今正怀着身孕。吴姐的竹马生性风流，身边红颜众多，吴姐不屑纠缠，潇洒离去后自立山寨，建起一方护佑女子的庇护之所，麾下收了不少得力的男义士，日子过得恣意潇洒，远比困在宫中做公主畅快。而你10妹11妹3、4来岁，我就算将其嫁过去，人家也不收，剩下的全是男娃，我总不能把你哥嫁过去。为什么不能？说不定人家就愿意招个赘婿我不娶。那夏朝公主都是出了名的泼辣蛮横。3公主婚事不顺，驸马家逢了大变故；5公主在外占了山寨，麾下收了不少男兵，行事乖张，外界风评极渣。没想到夏国公主的坏名声都传到这儿了。这送来的朝阳公主还不知道刑期，估计也不会安生。给皇兄吧，我不娶。这朝阳听说素来行事放浪，身边男眷杂乱，言行出格无礼。我对这样的女子没兴趣，还是让元征娶吧。你去。泼辣蛮横可能是真，包养男宠却绝无此事。这些传谣的人真让人无语，豆腐都有脑，他们没有。这朝阳公主可是名满天下的美人，要不你们先看看，万一要看中了呢？美人？就算美成天仙都没用，我死也不娶这样的女子。言行无状，失礼于人，如此品格不配为妻。公主都在殿外了，都不娶，难道要我娶？你们总不想多个母妃吧？父皇说的对，您的子民都会感谢您的付出。父皇子嗣稀少，可以让公主多给我们生几个弟弟。放肆！你们其中一个必须娶她！这场仗打了3年，劳民伤财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我们不能再打下去了。而朝阳名声虽差，却有实打实的美貌。最重要的是，邻国那老狐狸把给我们的赔偿款当成嫁妆带回来了，不娶她，等于我们白白放弃了银钱。万一他们不顾名声，直接砍了我的头，把银子抢走怎么办？开个玩笑。父皇，朝阳公主貌美如仙，弟弟她还未有正妻，不如让她娶。凭什么要我娶？你自己的后院不也空着吗？你知道的，我自小就心有所属，立誓非那人不娶。此事我不便掺和。哼，那我还有白月光呢，同生共死。你满口谎言，你伶牙俐齿。朝阳不讲道理，你不遑多让。你俩还真是天生一对，他性格糟糕，你阴阳怪气，还真是性格互补。够了！滚回去吵！还请公主先回驿站歇息，和亲之事择日再议。
反正无事，索性换上便装，去逛逛元朝集市好了。学生好不好？这样撩他教主，夏国的公主一个比一个疯癫，他们皇帝还好意思送过来？你应该庆幸，那皇帝没糊涂到送3、4岁的娃娃。那我宁愿他送个皇子来，就跟你当时在夏国当质子时一样。在夏国当质子，那个长得漂亮的少年是现在的大皇子元征。皇兄，听说你当年被一个女娃掳进府，成天变着法子欺负你。总比你当年个小丫头骗进山寨，还喜滋滋的签了卖身状强多了。这些怎么都那么像我当年干出来的事？放开我！不说，不说。你是那个卖了我的小女匪，终于愿意来找我了。皇兄，这就是我心中所属，我要娶她。至于那个朝阳，谁爱娶谁娶，反正我不娶。真是冤家路窄，全是被我坑过的货。二皇子肯定是想报复我，才想娶回去折磨我。至于大皇子，肯定也认出了我，毕竟他当质子时被我狠狠欺负了3年。要不算了吧。阿宁，你怎么这样说？忘记给我的承诺了？我还签了卖身契。你明明说过，待在山寨1个月就让我坠。卖身契，签订契约，同生共死，你们这约定还挺别致，不都一个意思吗？皇兄，你只要知道我有心遇之人，并非作假。往事不堪回首。姐妹们，我们的人生信条是：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。这个帅，决定了，就他了。你不是说要抢我当压寨夫婿吗？咱们什么时候成亲？再过几日。不小心招惹了个傻小子怎么办？傻小子你都逗，这个好，就跟这个谈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跟这样顶级的相处过，这世间哪还有男人能伤得了你？哼，就是你让阿宁去抢压寨夫婿的，以后别了。这个名头我买断了。二姐夫，你能找咱们二当家可真是好福气。咱们二当家是女中豪杰，本事大着呢。说句公道话，他身边跟着的人多不是缺点，那是属于女人的责任心。就算他见一个收留一个，也不过是想给流离失所的弟兄一个家。你要谅解他当家的不易。人总说，活到某个年纪就会自动解锁技能。春花婶儿，你这嘴皮子真是一绝。哼，荒谬。大当家能有什么错？定是外面那些人存心攀附，故意凑上来讨好。哼，主动投怀送抱，半点规矩都不懂，不像咱们都是正经人家出来的。老实知进退，这种才配留在大当家身边听用。什么状元、将军、有钱人的，咱们大当家哪儿看得上那些虚名头？能留在大当家身边，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新来的那个，听说以前还是大当家的旧识，起初还不愿意，到最后还不是求着留下来。不是，好好一个桀骜不羁的骄纵少年，你给训成啥样了？这哪是我教的，还不是你这寨子影响的。元真啊，那些道理不过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事，你不必跟着照做。大当家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阿宁她每天已经够辛苦了，我又帮不了她什么，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更何况男子心疼娘子本就是天经地义，我只是提前做了婚后该做的事。他愿意被我照顾，愿意跟我亲近，说明他心里有我。只是再进一步可是不能的，他得让我坠进门才行。我是正经人家出来的子弟，婚前必守礼自持，绝不可逾矩半分。好，有规矩。没眼看。阿宁，我不得不走，但我婚书都签了，你可一定别忘来追我回去啊！记住，我是元朝的二皇子元贞，我会一直在元朝等你追我。希望这倒霉少年能在正常的环境下慢慢变回去，别真成了个傻小子。你跟我一起进宫，我要立马向父皇请旨，给我俩赐婚。别去了吧。去怎么不去？正好我也有事求父皇。好了，那也得等我回去换一套衣服，再进宫面圣吧。我等了你1年，你为什么不来追我？我知道姐夫们说过，男人要矜持大度，不要过问女人们的行踪，要给你们绝对的自由。当时你说的地址我没听清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与其嫁给被我折磨了3年不明态度的元勋，不如牢牢抓住这个听话的二皇子。至少他面对我时是真的双标。没关系，是怪我没说清楚。小女匪还真是狡猾，招惹了一个又一个，却个个不给名分。皇兄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他没给我名分，说明我那时还不够优秀，你怎能暗指他不负责任？再说，他不是回来找我了吗？明明没听清地址，却来了元朝，说明他跑去了很多地方找我，多认真，多用心。男人最重要的是自尊自爱，你别想破坏我们的关系，打他主意。到了，下车。父皇，儿臣已找到少年时的白月光，便不再适合当和亲的神选。你确定不愿娶夏国的昭阳公主？是，儿臣不愿娶她，儿臣只想娶我身边的这位。父皇，儿臣愿为两国稳定和亲。多谢皇兄成全。上午说起和亲，你们一个死也不娶，一个不配为妻，现在怎么又抢起来了？谁抢了？我又不娶公主，我想娶的明明是……夏国昭阳拜见皇上。免礼。原来你是……抱歉，我用假名欺骗了你的感情，在山寨时还给你洗脑，他现在应该恨死我了吧？父皇，儿臣也愿和亲。昭阳公主金枝玉叶，言之有理，儿臣心向往之。昭阳，那你说说，你愿意嫁给谁？我一个战败国的和亲公主，轮得到我来选？父皇，您别吓她，公主很胆小的。注意点，别提寨子里那一套大女人小男人之类的话。父皇，皇兄想和亲，你就让他再打下一国，去别地和亲去。昭阳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。你怎么不去别地？我还就想娶她了。要不你们俩打一架？有小姑娘在场，动武器不像样，放下赤手空拳的笔。来来，昭阳，坐下看，吃橘子吗？行了行了，算平局。好，这也算平局。真傻，我说打还真打呀，早就说了，既然你们都想娶，那就让公主自己选。怪了，元帝2个儿子为我打成那样，大殿上闹得鸡飞狗吠，居然还笑眯眯给我递橘子。毕竟无论你嫁给谁，都是他的儿媳妇。这老头自从经历一些事情后，就特别爱惜后辈。从前确实有听说过一些。元朝皇帝当皇子时热血好战，为人又高傲不羁，把他那些兄弟压得死死的。
要我说嘛，就是锋芒太盛，不懂迂回。一些人妥协了，一些人不甘心，没福的那些奈何不了他，就把恶意加注在他的子嗣上，到最后也就剩那2个孩子了。七公主、阿宁、朝阳，我该叫你什么呢？自从遇见他开始，除了第一眼时的惊喜，他就一直臭着脸，不愿意娶就不愿意娶，无视我不就好了。大殿上搞那一出，现在大晚上的又突然出现。大皇子深夜到访是为何故？你现在倒与我装起不熟了。原先不是非要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吗？还一直说我是你的人，怎么3年不见，公主全忘了？你不要瞎说，坏我清誉。再说了，我那时还小，那些话只是年少时的戏言，你不是最清楚了吗？不小了，我离开时已经陪了你3年，那时你都可以嫁人了。认识袁琪那年，我还不懂事，只觉得她好看又灵冷，总想逗她说话。你就是元朝送来的质子，你真好看，是我在宫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少年。我喜欢你，我允许你以后就跟我混了。想起来了？阿宁，我真的没想到和亲的人选会是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光明正大赢过皇兄的。姐夫说过，爱情是需要争取的，我绝不会输。我勤练了这么久的骑射武艺，就是想能好好护着你，让你能更喜欢我一点。我比他更有实力保护你，你能看看我吗？你说，袁琪，你自重。他要是这个时候进来了，看到我们离得这么近，会不会气死？阿宁，我能进来跟你说2句话吗？我真的很想你。怎么，你怕他误会，就不怕我伤心吗？明明说着带胁迫感的话，语气里的委屈却藏不住，像极了当年那个嘴硬心软的倔强少年。最开始，袁琪总是一副清冷别扭的模样，死活不肯当我的专属玩伴。你是我认定的人，自然要依着我，陪我说话，给我暖手。公主，不可以这样。这天这么冷，借你手暖暖怎么啦？我可是公主耶。只能暖手。这是又因为元朝来的那个质子在闹脾气。是呀，小公主说她不听话，让她陪着近身伺候，总拘着礼数，气得饭都少吃了几碗。全凭公主责罚。公主年纪小，力气也少，踹人也跟猫挠人撒娇似的。我看着元朝质子也乐在其中嘛，罚你今晚不准睡觉。好，那我给公主守夜。他就那样看着我，看了一整夜。他平常真的很乖，什么事情都愿意依着我，就是对肢体接触十分抵触，也不喜欢我身边有别的侍从。有什么事吗，小公主？我院子里的美貌侍从都被你赶去了其他地方，如今就连只算得上清秀的也赶走了，只留下些长得麻麻赖拉的做粗活。我不看你，还能看谁？所以你到底愿不愿意陪我躺会儿？最多，我只能坐在旁边，让你抱着我胳膊，牵着手歇息。哼，我习惯了袁琪的存在，只是有时我会不懂他的脑回路，比如遇到宰相家的二少爷萧清。他本来就爱吃甜，多吃一口怎么了？你干嘛碰掉他的点心？公主，这不合规矩。站好，给萧公子道歉。公主，时辰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自从夫人走后，圣上就对小公主愈加疏远，原先围着他的朋友也走了很多，宰相家的二少爷算是他最后一个朋友了。也不知今日发生了什么事，萧二少爷回去便发了高烧，还被人套麻袋打了一顿。公主是因为怕失去这个朋友而在哭吧？你走开！萧晴是我最后一个朋友，
现在也没了，我只有你了。这样别人就知道你是我的，不会同我抢了。你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吧？我发誓，永远不会离开你。可后来两国开战，袁琪悄悄离开，只留下一块玉佩。既然你不在意我了，就把我的玉佩还来。哼，消失了这么久，竟也好意思问我玉佩的事情。还不来，砸了。哼，砸了好，我母妃说了，谁砸了我的玉佩，就要赔给我一个媳妇儿。做梦！小公主的力气见长啊！陪伴3年，就那样直接溜下我，纵使有再多感情也都麻光了。他给一块玉佩有什么用？又不是定情信物。更何况也是因为他的离去，我才会去吴姐的山寨散心，才会遇到元真。你该不会真想选那个傻小子吧？为什么不呢？至少他对我真心实意，一直在等我坠他进门。你们不是你看到的样子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叫皇嫂，凭什么他能后来者居上？因为我是前者。他年少时我就认识他了，那时他还没有封号，一眼就相中了我，让我做他的玩伴。这么丢人的事，你还说得挺骄傲啊！还记得那个山寨吗？我把你送到那边是让你去躲3个月的难，可不是让你去撬我墙角的。哼，是得多谢皇兄，做了我和阿宁的媒人。你们元朝驿站的保卫工作也太差了吧，这么大动静都没人管。要不要拦一下？你敢拦大皇子和二皇子抢老婆？老实看着吧。大皇子和二皇子肯定认定夏朝公主看上的是对方那张脸，打架时专往脸上捶了。唉，真是不忍直视。你选了谁？这个人是我的初恋，占据了我3年的青春，是母妃逝去后唯一陪伴我的人。别看他，你看看我啊！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也愿意为你改变，坠礼都准备好了，一直在等你找我。小公主，我愿意给你打一辈子。你想什么好事呢？阿宁，我也愿意的，你休想！我等你来接我回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阿宁，你尝尝，这是我研究了1整夜的成果。书上说男人要会下竹。阿宁，你喜欢这个颜色吗？我觉得这个蓝色配你最好看。对了，我还让他们给我也做一身，要和你的一模一样。为人夫者，当以妻为大，妻之所好，夫必爱之；妻之所厌，夫必远之。3姐的女学影响力真大，元朝竟然也流行这样的书。明日起我便不能来见你了。他们说，婚礼前不能再见面。公主，你明明那么喜欢元朝大皇子，为何偏要嫁给二皇子？我确实喜欢过他，很喜欢，然而他并不适合我。小妹，记住了，宁可嫁给很爱你的，也不要强行嫁给你爱的，否则3姐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元琪估计是气得很了，他不愿意再搭理我了。二皇子因为婚礼前不能相见，也没法来。公主早点歇息吧。我早就起过誓言，非你不娶。怎么会看着你嫁给别人？所以你就拦了新郎，直接闯了洞房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
你真心愿意嫁的人到底是谁？明明是处在上方的位置，他的表情却带着乞求，仿佛我只要说个不，他便会撑不住。你不用急着答。你凭什么不同意？这是我的婚礼。想娶她，先问过我答不答应。想娶她，凭本事公平争。争就争，我才不会输给你。阿宁本来就该选我。吴姐，你说的招桃花体质，这下可好，一下惹来2个麻烦精。都给我住口！虽然说我是来和亲的，总归是要嫁一个，但就你们现在这副莽撞胡闹的样子，谁都不合格。我得再想想。今天我谁也不嫁了。请陛下责罚。2位皇子为我闹成这样，我实在做不出选择。罢了，是这2个混小子的问题，不必着急。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都不会影响2国的友谊。是，谢陛下。阿宁，烦人的家伙不在。少占我便宜，你还在考察期呢。小公主，罚我一辈子陪着你，好不好？说好公平竞争的，你怎么又赖上阿宁了？就凭我比你先认识他，我陪了他整整3年，你有吗？我是他亲自带回山寨的人。行了，你俩要是再吵，我就在门口立块牌子，苟合元朝皇子禁止入内。阿宁，这个甜，你喜欢吃的。先喝碗莲子羹暖胃。桂花糕好吃，莲子羹养人。阿宁喜欢吃甜的。他之前说胃不舒服，你忘了？都吃了，行了吧？太甜了，少给阿宁吃这个。你怎么什么都管？我是你哥，当然能管你。少拿大哥的名头压我。你去哪儿？进宫。你们俩继续吵，我不打扰。等等，我跟你去，我也去。阿宁，你今天熏的香好好闻。离远点。你朝阳啊，最近过得如何？一切都好。所以我这2个皇子，你到底嫁谁？朝阳，还需些时间思考。行，若是哪天他们俩闹得你受不了了，你就来宫里住几天，朕让人给你腾个偏殿。父皇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朕说天气不错，让他多晒晒太阳。那我陪你去花园晒太阳。午后的太阳晒多了伤皮肤，要晒就早上晒。你懂什么？总比你懂。你懂啊，你。一个死心塌地的直球小子，一个阴魂不散的旧相识。朝阳啊，你这魅力可不一般。吴姐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我都头疼死了。头疼什么？这就跟打仗一样，你得学会稳坐中军帐，让他们自己争去，别把自己绕进去。不过姐得提醒你一句，别把自己夹在中间受气，就让他们自己较劲去，你躲远点看热闹就行。朝阳，你父皇来信了，入秋了，他老毛病犯了，咳得厉害，说想见见你，问问你在这边过得好不好。行了，回去一趟吧。礼部那边朕让人给你备仪仗，住个10天半月再回来。谢陛下。顺便带那2个家伙去见见他。你让开，我先进去和阿宁说话。凭什么你先？论身份我比你高。你高什么高？狗？什么大皇子？不过比我先出生几年，你还比我老几岁呢。我要回夏国向我父亲回禀和亲事宜。你们俩爱干嘛干嘛去。回夏国？我当然要陪你去。路上我给你当护卫，端茶送水，什么都行。正好，我也有正事要去夏国一趟。你能有什么正事？元朝与夏国战后通商，父皇钦点我为使臣，与夏帝商议互市细则。我也有正事，我要去夏国考察风土人情，写一本游记献给父皇。你们俩分工倒是挺清楚。我带了20名精锐，护卫够用了。二弟那份力留着写游记吧。阿宁，前面有桃花林，
要不要停下来歇歇脚？赶路要紧，别耽误行程。你赶你的路，我陪阿宁看花，你管得着吗？再吵一句，我立刻将你们赶回元朝，谁也别去。姑娘好福气啊！两位公子一表人才，待您还这么上心。擦擦嘴。不许偷跑！你们俩能不能消停会儿啊？乖乖，你瘦了。元朝的伙食是不是不合你胃口？你看看这下巴尖成什么样了？父皇，我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想你。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这些天便住在宫中，这两个都跟来了。一个说要谈护士，一个说要写游记。下帝陛下，外臣奉父皇之命，携护士细则草案，望与陛下商定。此为两国百姓福祉，请陛下过目。还算有诚意，不过这事儿不急，先在宫里住下，朕让礼部先议。陛下，我也带了礼物，这是给阿宁啊，不，给陛下和各位公主的礼物。二皇子有心了，来人，安排两位皇子住东跨院，我住西跨院便好。我要住阿宁隔壁。父皇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就西跨院2间，离朝阳宫中寝殿隔一条甬道，不远不近，正好。大皇子、二皇子远道而来，也辛苦了，今晚设宴给你们接风。这就是那两位皇子啊。阿宁，这是你三姐。大皇子，听说你曾在我妹宫里住了3年，如今就地重游，可还怀念？我所挂念的已在我身边。那当初怎么不告而别呢？局势所迫。行，说得过去。二皇子，听说你在五妹创办的女子山寨里住过？住过，春花婶教的我都记住了。哦，她教你什么了？疼娘子守则第1条，娘子说的永远是对的。第2条，娘子错了也按第1条算。第3条，赚的银钱全上交，娘子养家最辛苦。五妹这寨子的教化功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啊！说吧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2个皇子追着你从元朝跑到夏国，你居然没赶他们走？我又没让他们跟，何况我是去和亲的，我哪说得上话？看吧，你嘴上抱怨，心里就是舍不得。那个大皇子对你倒是用了12分的真心。宴席上，你碗里的汤刚凉，他立刻不动声色地换了一壶新的。这种细节，不用心的人是做不出来的。那个小的也一点都不差，他在席上给你剥了一整盘红焖虾，他自己馋得咽口水，却一口没吃。五姐、三姐，你们能不能别说这些了？不着急，婚姻大事不敢草率，既然拿不定主意，那就慢慢考察好了。就是，你的嫁妆都还稳稳放在咱家库房里，只要一日没拜堂，你一日就是夏朝受尽宠爱的公主，不是谁的妃，急什么？说来丞相府的2公子也要从边关回来了。萧青，他要回来了。几年不见，倒真有些好奇他变成了什么样。是呀，听说整个人脱胎换骨，如今可是炙手可热的少年将军呢，而且似乎还记挂着某人。吴姐，你又胡说。尝尝这个，清淡。你这2天胃口不好，别吃油腻的。朝阳公主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萧青，你真的变了好多，以前胆子特小，现在倒是张扬了很多，都成了我国姑娘们想嫁的青年才俊了。公主倒是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……萧公子，边关风沙大，怎么有空回来了？大皇子，别来无恙。我回都述职，特意过来拜会。怎么，大皇子怕我抢了风头？你谁啊？跟阿宁很熟吗？熟不熟的，大皇子难道不清楚吗？从前年少，很多事看不清楚，现在算是懂了。有人嫉妒公主与我交好，才百般刁难。当年的事真是抱歉。怎么，你今天是来叙旧的？
我是来述职的。听闻公主要去元朝和亲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若元朝二位皇子天天为了她打架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丢的可是公主的脸。若公主需要人排忧解难，尽可以来找我。为了公主，我愿意入赘。无论阿宁选谁，她都只会是元朝的王妃。你想得美！萧将军，萧将军说的有道理，再吵你俩就都回元朝去。公主方才是不是被我吓着了？你那些话说的也太真了，我差点当真。不演真一点儿，那俩人能消停吗？你是不知道，我回京3天，听了10几种版本，说元朝大皇子跟二皇子为了夏国公主，在城门口差点拔刀。再这么闹下去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我知道，但我拦不住。所以我帮你演一出。他们俩现在有了共同敌人，接下来几天，他们光顾着盯着我，就没空互相吵了。萧青，你是为了帮我？不然呢？你真以为我回都是为了抢你？边关的兄弟还等着我回去喝酒呢。谢谢你。小时候你护着我，我记一辈子。这次你嫁去元朝，前路不知道什么样，我帮不了你别的，至少让你在夏国的这段日子过得清静点。还是你靠谱，那两个一个比一个不省心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再不回去，那两位又该以为我把你拐跑了。萧青，你演的真的很好，我都差点以为你喜欢我了。明儿我就回寨子了，临走前把你们凑一块儿，不管是敌是友，今晚把话说开，往后见面别就掐，我看着都累。五公主说的对，不管公主最终怎么选，咱们3个也当得起君子之交。来，敬一杯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，公主嫁去元朝后，要是受了委屈，我萧青第一个不答应。边关虽远，我管得着。萧将军放心，我不会让阿宁受委屈的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阿宁，你虽然定了要去元朝和亲，但嫁过去之后，你如果不想跟谁过，其实可以不跟谁过的。我在寨子里见过很多女人，她们不靠男人也活得很自在。我虽然很想娶你，但更不想让你不开心。你今天吃错药了？怎么突然煽情起来？我没吃药，我就是想明白了。你要是选皇兄，我可能得哭1个月，但我也认了。反正你开心最重要。你还留着？摔碎了，又粘起来的。阿宁，我当年不是要走，是必须走。两国开战，形势变幻莫测。所以你走的时候，连一句实话都不肯留。留了。那块玉，我母妃临终前给我的，说将来有了想护一辈子的人，就把玉给他。我知道你现在没办法放下过去，我也不求你现在就原谅我，只求你别把我推开，让我站在你身边，等你自己想明白。袁琪，我记着你的好，也记着你的不告而别。我现在不恨你，但让我信你，还要看以后。好，看以后。乖乖，若是受了委屈，随时传信，父皇替你出气，夏国永远是你的后盾。父皇放心，我早不是当年任人欺负的小公主了。公主拿着，保平安的。若在元朝有人让你不痛快，派人传个信，夏国永远是你娘家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恭送朝阳公主。阿宁，回去之后你还是会继续考察我们的吧？当然，且得考察好久呢。考察多久都行，反正我不打算退出。我也不退出，我可是签过婚书的。未来的日子还长，慢慢看吧。当然是我陪，灯会那么热闹，你这么闷，去了也是扫兴。哼，人多眼杂，自然是我去才能护阿宁周全。等等，阿宁，你去哪儿？灯会。等我一起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去，你们慢慢吵，吵完了再来找我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阿宁，等等。
你怎么也不等等我们？下次要走叫上我，别再抛下我了。那你们还吵吗？不吵了，不吵了，今天不吵了。走吧，前面有卖兔耳灯的，我想看看。阿宁，明年我们还来好不好？年年我都陪你来。好啊，年年都来。